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为了工作交接，你最后跟我说一下，你每天具体都负责些什么？他的语气平淡，仿佛在问今天天气如何。我看着桌上那份刚刚签署的辞退协议，上面的油墨还未完全干透，散发着一股冰冷的气味。我抬起头，迎上他审视的目光，脸上慢慢浮现出一个他无法理解的笑容。我负责什么？我拿起自己的水杯，平静地站起身。不用交接了，明天你就知道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公司的天要变了。这是新任人事经理张扬空降到分公司的第3天，所有老员工心里都盘算着这句话。张扬这个人30出头，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一身剪裁得体的名牌西装，手腕上的金表在会议室的灯光下晃得人眼晕。他是总部派下来的，据说在国外喝过洋墨水，履历金光闪闪，一到任就带着一股改革的锐气。全员大会上，他站在台前，口若悬河地讲着狼性文化、末位淘汰、降本增效，那些时髦的管理学词汇像一颗颗冰雹砸在每个员工的心里，凉飕飕的。我叫林默，在这家分公司待了快10年了，我的职位是综合协调专员，一个听起来就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岗位。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各个部门打交道，收集他们递上来的各种报表和材料。在很多人眼里，我就是个高级传声筒，一个文件整理员。我坐在会议室的角落，平静地看着台上意气风发的张扬，就像在看一出早已知道结局的戏。这些年，公司迎来送往的领导不少，每一个新官上任都想烧几把火，证明自己的价值。有的人火烧得旺，把自己烧成了灰；有的人火还没点着，就被一场大雨浇灭了。张扬的这把火看起来烧得格外猛烈。会议结束后，公司里的气氛明显变得紧张起来，年轻的员工们忧心忡忡，生怕自己成了被淘汰的末位。那些和我一样的老员工们则三三两两聚在吸烟区，吞云吐雾，嘴里骂骂咧咧，说些外来的和尚难念经的怪话。我没有参与这些议论，我只是回到自己那个靠窗的工位，给桌上那盆养了5年的绿萝浇了浇水，叶子绿油油的，很有生命力，不像这办公室里的人，一个个都蔫头耷脑。张扬的改革很快就付诸行动了，他要求所有部门从第2天起改用一套全新的报表系统，那是一套据他说是从硅谷引进的先进模板，界面花里胡哨，各种图表和曲线看起来很唬人，但实际上这套模板完全不符合我们公司的业务逻辑。为了填满那些华而不实的图表，每个部门都不得不加班加点，甚至编造一些数据来应付。一时间，整个公司怨声载道。销售部的小王找到我，满脸愁容：“莫哥，这新报表怎么搞啊？我们以前的数据维度根本对不上，这不是瞎胡闹吗？”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多说什么。我能说什么呢？官大一级压死人，我们这些小兵除了执行，别无选择。很快，各种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市场部提交的推广费用和财务部核算的成本对不上，项目部上报的开发进度和实际测试的结果差了10万8千里。这些五花八门、错误百出的报表，雪片一样飞到了我的办公桌上。因为按照公司流程，所有部门的报告最终都要由我这里进行汇总、审核，然后整合成一份完整的周报，上报给集团总部。
我看着那些充满了逻辑漏洞和数据矛盾的材料，叹了口气。这是张扬来之前，我最重要也是最不为人知的一项工作。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立场和统计口径，他们的数据就像一根根杂乱的毛线，而我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毛线理顺、编织，最后织成一件让总部那边挑不出毛病的毛衣。这件毛衣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分公司在总部的绩效评估，关系到每个人的年终奖。这是一个需要极大耐心和细心的活，而且你必须对每个部门的业务了如指掌，才能发现那些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猫腻。我花了整整1个下午，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数据重新核对、梳理，然后按照以往的经验和对业务的理解，我给张扬的助理发了一封邮件。我在邮件里用最委婉客气的措辞，指出了新报表模板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并且附上了我修改后的数据，建议暂时沿用旧的汇报模式，等新模板完善后再推行。这是一种保护，既保护了提交数据的同事，也保护了他这个新来的经理。如果这份满是错误的报告真的交到总部，第一个被打板子的就是他这个改革的发起人。然而，我等来的不是感谢，而是一盆冷水。助理很快回复了邮件，只有简短的一句话，据说是张扬的原话：林专员，你的职责是执行，不是质疑，请严格按照新模板提交，不要夹带任何个人主观意见。看着这行冰冷的文字，我无奈地摇了摇头。年轻人太气盛，听不进逆耳的忠言。既然他坚持，我便照做了。我将那些原始的、充满矛盾的数据原封不动地汇总进了那个华丽的新模板里，然后点击了发送。我知道，一颗雷我已经亲手埋下了。接下来几天，张扬的改革愈演愈烈。他开始频繁地找个部门的员工谈话，说是谈话，其实更像是审问。他会拿着你的岗位说明书，逐条盘问你的工作内容，然后给你的价值打分。办公室里人人自危，每个人都像待宰的羔羊，等待着命运的审判。终于，那份酝酿已久的裁员名单开始在公司内部流传。名单上的人有刚进公司不久的实习生，有业绩一直平平的老员工，还有一些像我这样职位听起来无关紧要的人。当我听到自己的名字也在其中时，我一点也不意外。在张扬这种精英看来，我这个综合协调专员每天不过是收收发发、动动鼠标，是价值最低也最容易被替代的那一类。他大概觉得随便找个文员都能干我的活。他不知道的是，维系这个分公司与总部之间信息畅通的这条生命线一直都握在我的手里。他更不知道，他亲手要剪断的究竟是什么。那天下班，我没有像往常一样急着回家，我一个人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我看着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车水马龙。这座城市很大，大到多一个我不多，少一个我不少。这家公司也一样，我在这里奉献了10年的青春，自认为兢兢业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到头来，在资本的逻辑里，我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时被优化的成本。说不失落是假的。人到中年，最怕的就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像2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但失落过后，更多的是一种莫名的平静，甚至还有一丝期待。我真的很想看看，当这条生命线被剪断后，这座看起来运转精密的机器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关上电脑，
将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那盆绿萝，我决定明天带它一起走。它陪了我5年，不能把它留在这里，自生自灭。回家的路上，我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什么时候到家。今天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我听着她温柔的声音，眼眶有些发热。我对她说：“老婆，明天开始，我就可以天天在家陪你和孩子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她坚定的声音：“没事，你累了这么多年，也该歇歇了。天塌不下来，有我呢。”那一刻，我觉得被辞退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第二天下午，预想中的那只靴子终于落地了。人事助理小丽走到我的工位旁，表情有些不自然。“莫哥，张经理请您去一下他办公室。”他的声音很小，眼神躲闪，不敢看我。周围的同事们纷纷投来同情的目光，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我点点头，微笑着对小丽说：“好的，谢谢。”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略有褶皱的衬衫衣领，步履平稳地走向那间象征着权力的经理办公室。我感觉自己不像是一个即将被审判的囚犯，更像一个主动走进屠宰场的看客。张扬的办公室宽敞明亮，巨大的落地窗外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景象。他正坐在那张价值不菲的红木办公桌后，手里把玩着一支派克金笔。见我进来，他甚至没有起身，只是用下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我没有坐，只是平静地站在办公桌前。他似乎对我的不识趣有些不满，皱了皱眉头，但他很快就恢复了那副公事公办的表情。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林默，这是你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他的声音冷得像冰。根据公司最新的发展战略和对你个人岗位的评估，我们认为你的工作价值与公司的期望存在较大差距。为了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提高整体运营效率，公司决定从今天起与你解除劳动合同。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手里的那支金笔，仿佛那支笔比我这个为公司服务了10年的人更值得他关注。当然，公司不会亏待你，我们会按照劳动法规定支付你 N+1的经济补偿。你核对一下，没问题的话，就在上面签字吧。他说的轻描淡写，好像是在处理一件与他无关的垃圾。我拿起那份冰冷的辞退通知书，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刺痛着一个中年男人的尊严。但我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怒或者悲伤，我的内心平静得像一潭深水，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好戏还没有开始。我只是安静地看着他，看着这个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如何在自己的傲慢与偏见中一步步走向深渊。我的沉默似乎让张扬感到有些意外，他可能预想过我会情绪激动地争辩，或者卑微地开口求情，但他没有想到我会如此平静。这种平静让他掌控一切的感觉出现了一丝裂痕。他清了清嗓子，试图重新掌握主动权。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可能有些突然，但商场如战场，优胜劣汰是必然的法则，希望你能理解。他冠冕堂皇地说着，语气里充满了虚伪的人文关怀。我笑了，不是冷笑，也不是苦笑，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觉得荒谬可笑的笑。我的笑声让张扬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你笑什么？他质问道。没什么，我收起笑容，我只是觉得您说的很有道理。我拿起桌上的笔，准备签字，
或许是出于离职流程的最后一道手续，又或许是他对我刚才那个笑容耿耿于怀，想最后再确认一下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张扬在我落笔前，鬼使神差地多问了一句：对了，为了工作交接，你最后跟我说一下，你每天具体都负责些什么？他问出这句话的时候，身体微微前倾，脸上带着一丝探究和不耐烦。在他心里，这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过场，一个他早就有了答案的问题。他想听到的，无非是收发文件、整理报表之类毫无技术含量的答案，来印证他将我裁掉是多么的明智。然而，我的回答注定要让他失望了。听到这个问题，我抬起头，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整个办公室的气氛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我看着眼前这位信心满满、掌控一切的新任人事经理，缓缓地一字一顿地说道：我负责什么？呵呵，不用交接了，明天你就会知道了。说完，我在协议的末尾签下了林默2个字，字迹清晰，笔锋有力，就像我此刻的心情。我把签好字的协议推还给他，拿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整个过程，我没有再看他一眼。我在他错愕和不解的眼神中，平静地转过身，走出了这间让我压抑了许久的办公室。他那句没头没尾的话，以及那个神秘的笑容，像一根刺扎在了张扬的心里。他第一次对自己的决定产生了一丝莫名的不安，这在他雷厉风行的改革中是遇到的第一个无法理解的意外。我回到自己的工位，办公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假装在忙碌，但实际上他们的耳朵都竖得像雷达一样。我没有理会那些复杂的目光，我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我的私人物品不多，一个用了多年的保温杯，一张和妻儿的合影，几本专业书籍，还有那盆生机勃勃的绿萝。我把它们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纸箱里。共事多年的老王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欲言又止。老林，我对他笑了笑。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以后有空出来一起喝酒。老王叹了口气，重重地拍了拍我，保重。我抱着纸箱，最后环视了一眼这个我工作了10年的地方，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我的印记。窗台上的阳光，键盘的敲击声，打印机工作的嗡嗡声，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再见了，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抱着纸箱，在所有同事的注视下，一步一步走出了公司的大门。走出大楼的那一刻，午后的阳光照在我的身上，暖洋洋的。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我拿出手机，给妻子发了一条信息：我下班了。很快，他就回复了：好，回家吃饭。我笑了，是的，回家。这世上总有一个地方是我的港湾。至于那家公司，那个自作聪明的张扬，他们即将迎来的风暴已经与我无关了。我只是一个看客，一个等待好戏开场的、提前离席的看客。第2天是周一，对于大多数上班族来说，这是新一周忙碌的开始。对于分公司的所有人来说，这一天注定是一场载入史册的灾难。张扬起了个大早，他特意选了一套崭新的阿玛尼西装，对着镜子打上了一条象征着胜利的酒红色领带。开除林默只是他新政的第一步，这成功的一步让他信心倍增。他哼着小曲，开着自己的宝马，意气风发地来到公司。他计划着今天再推行2项改革措施，好让那些老油条们彻底见识一下他的雷霆手段。然而，他前脚刚踏进办公室，屁股还没坐热，风暴就来了。
第一封邮件来自集团总部销售管理中心，邮件标题用红色加粗字体写着：紧急催办关于分公司上周销售数据周报的通知。邮件内容更是毫不客气，直接质问分公司总经理，为什么到了周一上午9点半，本应在9点前提交的销售数据报表还没有上传到总部系统。张扬瞥了一眼，没太在意，他觉得这不过是些日常催办，让销售部赶紧提交就是了。他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紧接着，第2封、第3封、第4封，来自总部财务中心、项目管理中心、市场战略部、风险控制部的催办邮件，像雪片一样，瞬间塞满了公司管理层的邮箱。请立即提交上周财务成本分析报告，项目进度汇总为何延迟？总部审批流程已被阻塞。本周市场动态简报是今天战略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为何不见踪影？邮件的措辞一封比一封严厉，抄送的领导级别也越来越高，从部门总监到事业部副总裁，最后连集团 CEO 的邮箱地址都出现在了抄送栏里。分公司总经理王总的办公室电话成了全公司的热线电话，铃声响得撕心裂肺，一声接着一声，根本没有停歇的可能。整个公司乱成了一锅粥。王总是个50多岁的老好人，平时在公司与人为善，但此刻他的脸黑得像锅底。他拿着电话对着那头总部的领导不停地解释道歉，是，李总，您别生气，我们马上处理，马上。对不起，张总，是我们工作失误，我保证半小时内提交。挂了电话，王总一拳砸在桌子上，发出一声巨响。他冲着门外嘶吼道：所有部门总监立刻来我办公室开会，5分钟之内到不了的自己打辞职报告。各个部门的总监们像被惊到的兔子，连滚带爬地冲进了总经理办公室。怎么回事？王总指着电脑屏幕上那一排排红色的紧急邮件，咆哮道：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所有报表都没有提交？你们是都睡着了吗？销售总监满头大汗，第一个开口：王总，我们上周5就把原始数据发给综合部的林默了啊，以前一直都是这样的。项目总监也赶紧附和：是啊，王总，我们也是，所有项目材料都发给老林了，他会负责汇总的。财务总监推了推眼镜，补充道：总部的报表系统格式非常复杂，还有一套内部的数据校验逻辑，这些年一直都是老林在负责最后的整合与上报，我们只提供基础数据。林默，王总猛地想起了什么，他扭过头，目光像刀子一样射向了站在角落里一直没敢出声的人事经理张扬。张扬，林默人呢？让他马上把报告交上去。张扬的脸色在这一刻变得惨白，他的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话：王总，林默他上周5被我辞退了。什么？王总的眼睛瞬间瞪得像铜铃，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冲到张扬面前，一把揪住他的领带，唾沫星子都喷到了他的脸上。你把他辞退了？谁给你的权利？你知不知道他负责的是什么工作啊？我看了他的岗位说明，就是个协调专员，我以为他的工作随便找个人都能做。张扬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他终于明白，昨天林默离开时那个意味深长的笑容究竟是什么意思了。那不是一个失败者的故作镇定，
而是一个胜利者的最后通牒。你以为？王总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张扬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刚愎自用的蠢货，你知不知道，林默不是一个协调员，他是我们整个分公司和总部之间的桥梁，是我们信息系统的中枢神经。你把他裁了，就等于把我们所有人的命给剪断了。”办公室里的所有总监都用一种看死人的眼光看着张扬，他们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过去10年，无论公司业务如何变动，报表要求如何苛刻，他们都能安然无恙，因为一直有一个叫林默的人在他们身后默默地处理了所有最棘手、最繁琐的环节。他就像一个保险丝，过滤掉了所有的风险和错误，确保输送到总部的永远是合格的电流。而现在，这个保险丝被张扬这个自作聪明的改革家亲手拔掉了，巨大的电流瞬间击穿了整座分公司，混乱才刚刚开始。王总稍稍平复了一下情绪，他知道现在发火已经没用了，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别废话了，他对着所有总监下达命令：你们现在立刻马上自己整理数据，把报表给我做出来，直接上传到总部系统。1个小时，我只给你们1个小时。总监们如蒙大赦，纷纷逃离了王总的办公室。一场史无前例的报表自救运动在分公司内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销售部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了一份报表，但上传系统时立刻被提示数据格式错误。项目部熬夜赶出来的进度汇总，因为缺少和其他部门的数据关联，被系统判定为逻辑不符，直接驳回。财务部更是焦头烂额，他们发现总部的财务系统需要一个特殊的安全密钥才能登录上传，而那个密钥除了公司最高机密文件，就只有林默一个人知道日常使用的动态密码。1个小时过去了，2个小时过去了，总部的电话已经从催办变成了愤怒的斥责。分公司总经理王总接到了他职业生涯中最耻辱的一通电话，电话是集团执行副总裁亲自打来的。副总裁在电话里用最严厉的措辞批评了分公司管理上的巨大混乱，并明确表示，如果今天下班前问题还不能解决，他将亲自带队来分公司进行业务整顿。所有人都知道，业务整顿这4个字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从总经理到部门总监，所有管理层都可能要被一锅端，整个分公司的天真的要塌下来了。而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张扬正呆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如死灰。他看着电脑屏幕上那些他根本看不懂的后台代码和系统报错提示，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愚蠢、多么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所谓的先进管理经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下午3点，距离总部的最后通牒只剩下不到3个小时。分公司总经理王总的办公室里，气氛压抑的仿佛能凝出水来。王总坐在办公桌后，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短短2个小时，他脚下的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头。他的对面站着失魂落魄的张扬，这位几个小时前还意气风发的改革家，此刻却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低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喘。王总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将烟头碾灭在烟灰缸里。他抬起布满血丝的双眼，盯着张扬，声音沙哑地问道：“你现在知道林默是负责什么的了吗？”张扬的身体猛地一颤，点了点头。
王总，我错了，我不知道他的工作这么重要。重要？王总冷笑一声，何止是重要？他站起身，走到张扬面前，一字一句地说道：我告诉你，林默负责的是什么？他负责的是把销售部那些为了业绩而夸大的数据修正到合理的范围。他负责的是把项目部那些天马行空的目标翻译成总部能听懂的实际进度，把财务部那些冰冷的数字和我们一线业务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做出一份有血有肉、经得起推敲的分析报告。他不仅仅是在汇总数据，他是在用他10年的经验为我们整个分公司建立一道防火墙。他是在保护我们所有人，也包括你这个把他开除的蠢货。王总的每一句话都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张扬的心上。他这才明白，林默的岗位说明书上那句简单的负责各部门资料统筹与上报，背后隐藏着多么复杂和重要的工作内容。那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一种需要深厚业务功底和沟通智慧的再创作。他需要知道每个数据的来龙去脉，需要平衡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需要在总部的苛刻要求和分公司的实际情况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这份工作没有人能够轻易替代。张扬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任何辩解在事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王总没有再理会他，他知道现在骂死张扬也无济于事，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个能拆除炸弹的人。他回到办公桌前，拿起手机，翻出了一个他很久没有拨打过的号码，号码的备注是林默。王总看着这个名字，脸上露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表情，有悔恨，有尴尬，还有一丝恳求。他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拨号键。电话响了很久，就在王总以为对方不会接听，准备挂断的时候，电话通了。喂，王总。电话那头传来林默平静的声音，没有意外，没有怨恨，就像接一个老朋友的电话一样。这该死的平静让王总感觉自己的脸颊火辣辣的，比被人当众扇了2个耳光还要难受。但他不得不放下自己总经理的架子，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道：老林啊，我是老王，我知道。林默淡淡的回应：那个，老林，公司这边出了点紧急情况。王总的声音越来越低，你看你现在方便吗？能不能回来帮个忙？他甚至不敢直接说请林默回来上班，只能用帮忙这个词。电话那头沉默了，每一秒的沉默对王总来说都是一种煎熬。他能想象到林默此刻可能正悠闲地喝着茶，看着窗外的风景，而自己却像热锅上的蚂蚁，马上就要被大火吞噬。许久之后，林默的声音才再次响起：王总，我已经签了辞退协议，从法律上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他的话很平静，但却像一把软刀子，直接捅进了王总的心窝。王总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他知道这是拒绝，但就在他准备绝望地挂掉电话时，林默又开口了。不过这2个字让王总瞬间又燃起了一丝希望。不过毕竟同事一场，你把电脑打开，登录远程协助软件，我看看是什么问题。林默没有提任何条件，没有要求恢复职位，也没有要求加薪，他就这样轻描淡写地答应了。王总激动得差点哭出来，连声说道：好好好，老林，太谢谢你了，你真是我们公司的大恩人。在林默的远程指导下，王总亲自操作电脑，
他看着林默熟练地输入一连串复杂的代码，打开一个个他见都没见过的后台界面，将那些杂乱无章的数据分门别类，重新校验，导入模板。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充满了某种工业时代的美感。王总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过去10年是多么的幸运。1个半小时后，所有积压的报表全部处理完毕，并成功上传到了总部系统。当系统提示全部提交成功的那一刻，王总整个人都虚脱了，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危机解除了，他对着话筒千恩万谢。林默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王总，以后多注意一下那些在角落里默默做事的人吧，他们才是公司真正的基石。”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第2天，集团总部的处理通知就下来了。人事经理张扬因其草率的决策和管理上的重大失误，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运营风险和经济损失，被予以立即辞退，并全集团通报批评。他灰溜溜地收拾东西走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去送他。他的狼性文化最终只吞噬了他自己。几天后，王总亲自带着一份全新的聘用合同和比之前高出50%的薪水，登门拜访了林默。这一次，聘书上的职位不再是综合协调专员，而是总经理特别助理兼信息数据中心主任。那个属于林默的靠窗工位，很久都没有人在做。那盆被他带走的绿萝，似乎也带走了那个岗位上无人能够替代的灵魂。它成了一座无声的纪念碑，提醒着每一个后来者，永远不要轻视任何一个在平凡岗位上认真做事的人。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